大家好，今天是10月6号。昨天视频是跟大家讲，比特币目前的上涨有可能还在整个大级别的依赖结构里面。那现在价格上来已经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前面在低点的位置，不管是2万或者是19000、18000，有看我的建议做对，不管你是现货或者期货，要给我抱住。当然期货也要控制仓位啊。昨天视频看到很多朋友是在讲这一波赚的都还可以，有一个史密斯朋友他是10000U开了100倍的杠杆。现在已经是变了100万，当然也是非常的恭喜啊！我希望朋友们都是赚钱的。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昨天朋友们有讲到，这边有一个正压嘴的走势，那以往的经验要怎么去参考？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正压嘴它有可能会放个10根，后面会调整，但是我估计这一波正压嘴有可能就类似前面跟大家在低点的位置是朋友们讲。死叉你要站在买方，不排除这个位置死叉下方是有一个很强的趋势在支撑，上去会复制去年的8月份的走势，现在已经是上来了。上来的话，那这一个正压嘴有没有可能复制去年8月份的走势？因为当时是正压嘴 MACD 再死叉再死叉，价格都跌不下去，最终还是有高点，后面是 KDJ 也是一样。背离再背离再背离，最终才会有高点。到底是什么原因？等下来跟大家重点探讨。以及狗狗币昨天是有一个冲高回落，也是跟大家预期，它现在是要区间整理，你尽量做高抛低吸，特别是短线投资者，你0.11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支撑，不要破。破的话，下一次观察有没有0.88的一个位置。当然，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冲高回落？再去比对去年一个大涨100%的一个位置，后面是整理了24根，最终又上去涨了接近不知道多少倍。那我们等下再跟大家比对。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视频是跟朋友们预期。还是在整个大依赖里面，当然依赖里面它有可能还有更细的细分栏，你可以去看昨天的视频啊，也是看到朋友们是讲都在赚钱，史密斯是100倍的杠杆有一点高啊，不过也确实是佩服啊，做的比我都要好。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就这个位置确实是没错，有一个鸭子张嘴1、2、3已经3根了，你尽量再去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可能再走个7根？当然，前提是它这一个分不要超过这个。如果是超过的话，那我们可能也不必担心嘛，或者是没超过，可能也不必担心，因为趋势最大，尽量就观察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啊，上升的趋势是很明显，而且前面在这个低点的位置是跟大家讲，就当时的这个低点。不排除死叉下去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它是黄金比例从这个低点到高档的位置 0.382 不是啊，当时是在这个位置 0.382 破不下去啊，因为前面低点的时候是还没有过这个高点嘛，所以 0.38 是在2万附近。我们尽量参考一下去年的一个位置，因为我是跟大家讲这边死叉的位置，它压回的低点很像去年的8月份，8月初的这个低点，当时也是脱离了整个，或者是这整个低位的区间，它是脱离以后压回来确认啊。那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啊，就是因为脱离了这一个低点的一个区间，我们拉近一点嘛，就这个区间不是脱离嘛？脱离以后它是压回来确认。那去年那个位置也是一样嘛，就是这个区间脱离以后来确认。那现在的位置既然上去以后，死叉买点已经是也是猜对了，也不是100%正确，有时候也会失误啊。那我们就要观察一下，现在既然上来的话，这边如果是 MACD 张嘴，去年的8月份它后面也是有鸭子张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从这个位置不是再上去以后，这一波走势它是在这个位置开始鸭子张嘴，张了1、2、3、4、5、6、7、8、9、10、12根左右啊，12根左右，它后面有死叉，你可以看一下，它有死叉，死叉也跌不下去啊。不过这个跌幅是有点深，因为这一根上涨全部吃掉，就是后续如果看到它接近
8到9根或者7到8根的时候，到时候如果还有这种 K 线，我们就不要追。你要再做的话，也是只能在短线上找压回，后面可能要尽量短了，因为空间如果拉到高位以后，特别是有可能会有 A、B、C 曲折，这个位置还有高点，它也是算是一个 A、B、C 曲折的高点。我们再画一下，其实后面有可能烂形会修正，就是 A、B、C， 你尽量把它看成 A、B、C， 简单烂形也好，或者是不是这个位置高点也是一个 A、B、C， 就是你看到大涨的位置不要追，要做短线尽量等低档位压回，但是它鸭子张嘴或者是死叉再死叉也最终下不去，还有更高的高点。所以我现在是判断就是，既然这一个低点的买点它是在 KD 死叉的位置确认，很像去年的8月份。那这一个鸭子张嘴张上去的位置也是确认有可能会很像去年的这个8月份，就这一波走势，因为什么？它是有一波很强的、很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啊。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个上升趋势。你应该尊重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既然趋势是向上的，我的观点就是，反正给我继续报吧，有对的就继续报，或者是你想再做短线压回有低点就给我做买入的动作嘛。那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个 KD 指标，昨天是有讲到嘛，有背离哦，有背离，但是这一根是有量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这一根啊，这一根是有量啊，这2天是周末没错啊，是在缩量，缩量其实也是情理之中，因为周末的话一般都是机构可能或者是一些大的资金，它也没有在这里面搞，而且是短期一根以后，主力也不慌不忙。就是在这个位置整理，你不反而去观察一下它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其实也是算是一个强势的整理啊。那有量的情况下 ，KD 我们要观察一下，去年当时现在是感觉是有一点背离，但是有量有可能它上去也是会化解，这一波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背离，那我们要观察一下去年8月份它后面是怎么背离，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高点压回以后背离了1次。那再过高以后背离了2次，再过高再背离，这边也是背离啊，所以等于是这一波上涨，去年的8月份它是背离了一次啊，然后这边是2次，我们画对称一点嘛，等于是3次吧，因为这个位置是没有过，就是3次背离以后，最终价格才有这么大的一个下跌，下跌以后最终还是再上去啊。所以有可能，如果是这一波真的会像去年8月份的走势，我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目前比特币它如果上涨的浪形是在整个大级别的一浪里面，不排除这一波上去，如果有类似去年8月份的走势，它大一浪要走到有没有可能去测这个250MA， 或者是去挑战这个250MA， 然后后续看有没有一个更大级别的，在这个250MA 附近。有可能随时会再跌破，然后会再上去，会再跌破。就是下一步手上有一些仓位，我们下一步去等，看有没有接近250MA 位置的时候，这个比特币你的现货跟期货，到时候看要不要卖一部分，或者是做空。当然，我的观点还是一样，不要做空，因为价格是在我们散户生命线的上方。那如果是这边有一个大一浪，后面有一个整理大2浪，后期看有没有更大级别的一个3浪，因为现在狗狗币的走势。就是这样子啊，它已经大一浪，我前面几天是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过了这个250MA， 确认有可能这就是大一浪。那现在2浪整理，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昨天的一个冲高回落？这个2根的上涨，前面的幅度你不要去管，它跟比特币的幅度是不同，但是形态是很相同啊。比特币是这样子，涨了有连续几根，然后压回1次，又涨了2根。就是这2根跟狗狗币的这2根是非常的像啊，有可能会有压回。比特币是不是有压回？就是这2根出来以后，它有压回。那以太坊呢？以太坊也是一样，2根以后有压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奔走型整理。那现在狗狗币奔走型整理以后压回，昨天前2天嘛，0.11的位置其实就差了那么一点。上去你要做短线，这种是空间的一个利润，当然就看个人的兴趣。你如果是非常喜欢做超短线，这个狗狗币目前只能做区间啊，区间震荡0.11看不要破，就这一个低点的位置不要破，
有可能还是在这里面继续震荡。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根大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是跟大家讲，你要防一点，它有可能会走五指山的走势，现在是很明显啊，就是五指山。你看一下最近量能已经是没什么量了，没什么量，那价格有些朋友是担心会这样子再下去吗？我是前面已经跟大家比对了，这一根大涨的 K 线，它不会这样子下去啊。你要去比对去年的几个底部位置上去的时候，我是前面把这一根给大家否定了，它跟这一根比对是不同啊，这边是涨了也是1倍嘛，跟这一根有可能也不是很像，它是压得很深，我是跟这一根给大家比对，就这一根啊，这根是在去年的1月份，它当时涨上去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实体也是非常的大，然后后面是又有高点，而且是这个高点也是过了这个高点，但是最担心的一点就是量爆这么大是谁的量？大量的位置，特别是涨到高档的位置，这么大的一个量，有可能就是筹码短期是有松动，但是整个大长线，你尽量去观察一下，后面它就是这种区间啊，区间它会挖坑，挖坑让有些人去跳，就是让一些空方去跳，跳进去以后，后面空方就会后悔啊，所以你尽量先以区间来对待。当然也要有一些资金防一点，就是短线的一些资金，如果是真的有这种挖坑的位置，那你去看一下，后面还有坑啊，大涨的一个前面是还有坑，就是这种区间，一个坑、2个坑、3个坑，就是因为它是一直在五指山的结构。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